高市说让它贬值也无所谓，因为它为什么要倾向贬值？一个国家贬值叫做贬值救经济，或者降息救经济。降息刺激大家消费，贬值刺激买卖的这个贸易顺差。所以他要用贬值救经济。各位想想看，在19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为什么那么强？那除了它的当时的半导体不错之外，资本才不错的，最主要它东西便宜。以日本现在的经济，它如果这样走，有很大的风险。现在整个日本的经济并不是这么的好，它的通膨是人民不一定能完全销售的。因为呢，其实高市这一回他想做的事情非常的多，还包括在经济层面，他希望能够改善日本的体质。那他压注的是在通膨、再通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说日元是可以贬的，通膨是可以忍的，那么但是财政不能够停。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分析师在最近做了一个示警，说呢，现在日元对上美元可能会螺旋式的下跌至180:1，创广场协议的新低。那么弱势的日元就可能会造成输入性的通膨，消费者不花钱，本土的消费动能就会日渐的变低。那市场反应现在也可以看到，包括日债殖利率跳升，日元剧烈震荡，股债汇全部拉起警报。叶老师怎么看接下来日本的经济？好，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市早苗，他真的得到了300多票的这个众议员的这个票选呢，高票当选。这个当然对日本的保守主义，也就是右派，当然是非常的兴奋。当然，这个其来有自啦，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右派保守主义已经成为政治主流嘛，各国都一样，从川普哪里都一样。好，那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呢，这个虽然这个小赌，但是他也非常有信心他会赢。他赢了之后，当然他对他所有的政策，当然就更大胆的敢去尝试，甚至你刚刚讲到，认为他应该要贬值。但我等一下再分析他为什么要认为他要贬值。哈，当然这也会使我想到安倍晋三，当时在2012年，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的欧债危机时期，他丢了3支箭。第一个箭呢，就是大肆的丢 QE， 丢了50兆的这个日元。当时那个叫货币箭，其实还不错，做的还算成功。但是它的财政箭和社会结构箭，当然会又打倒了这个日本的经济。那不管怎么说，延烧了10几年，到现在高市这次的突起呢，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景气的一个循环。那这个景气循环未来会怎么走，是值得大家分析。好，那当然我想这金融学家都会去分析啊。但国家在这个政治变局的时候，它的股市、债市还有汇市三者联动，一定会产生一些变化。当然我现在也看了一下，从上个礼拜5到今天，日本的股市涨了非常多，大涨。那当然从5.4万就跳到了5.6万多，表示短暂时期的日本大部分民众是欣悦的，大家对这个认为是一种强心针，是往上的。但殖利率并没有并没有好像说债券这个往上而殖利率下降。当然短波看不出来，当然可能大家对这个所谓的日本虽然短暂这个右派主义好像得到了大家的这个胜权，重点是未来这个波动还是蛮高的。因为我看到的是高市是一边完全下注的压住美国，他已经就是这死去压住美国，很多的国家都是基本上站中立，在新加坡哪些国家能够越中越好，但只有我看现在就是台湾、日本是最一面倒的靠向美国了。好，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我想全世界金融家去分析都会知道，所以债券人家不敢随便买你的国债，尤其是国债，所以国债你要升还蛮难的，所以殖利率会提高。第三个讲汇率啊。汇率有2种情况，一种是因为汇率跟刚才股债不太一样，股债一般是投资客或企业家可能会下注，产生的供需的变化，但是汇率是有国家可以操控的，因为国家有一支货币政策有2个手，一个是利率，一个是汇率，当财政政策是税率嘛，汇率的手国家可以控制，要不然美国为什么会定所谓的什么汇率操纵国诸如此类的。当然，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是因为高市说让它贬值也无所谓，因为它为什么倾向贬值？一个国家贬值叫做贬值救经济，或者降息救经济，降息刺激大家消费，贬值刺激买卖的这个贸易顺差。所以他要用贬值救经济。各位想想看，在19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为什么那么强？那除了它的当时的半导体不错之外，资本才不错的，最主要它东西便宜，它便宜到全世界买。所以在广场协议1985年9月20号之前啊，这个时候它的汇率是极低在260:1，那时候是日本经济非常好的时候。再想一下，我们讲我们的对岸大陆，它也是因为当时的汇改在1997年7月2号啊。PEG 这个 US dollar 8.278，一直到了2005年7月21号才松绑，这一段时间经过了这个 WTO 才大赚世界贸易财。他想这样走，当然我们也必须分析，以日本现在的经济，他如果这样走有很大的风险，因为现在整个日本的经济并不是这么的好，它的通膨是人民不一定能完全销售的。如果他真的让它贬的话啊，不是市场决定，是他要这样走，所谓丢这个货币
多，然后来创造这个汇率贬值，用政府操控的话，可能会造成它的通膨会，尤其输入性通膨会急速的升高，让人民的生活会更有困境。所以他必须思考这一段，也就是任何一个他想走的走向都有利有弊。他如果走的认为要把国家经济带起来，会让人民更痛苦，他将来螺旋式的旋转会让这个国家可能更惨，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他的政策现在看起来他想大胆尝试，但是也有可能有他的隐忧。这一回高市早苗狂胜了，他破了修宪的门槛，他还喊说接下来要参拜靖国神社。并且今天会关心会不会做非核的松绑，踩的是东亚红线。另外关心的是日元贬、日债跟金融会不会成为不定时炸弹。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特别聚焦，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来看到的是高市早苗这一回掌握到了修宪的门槛，我们要来关心到说他喊说日本要变成的正常国家是真的吗？还是回到过去的军国梦呢？日本现在正式的走上极右路、极右派，也等于左派正式灭亡了吗？东亚安全因此升温吗？第二件事情来关心的是川普。他公开的站队力挺日本的候选人，这个是巧合还是全球的布局？接下来如何影响到中日的发展，会直接对撞吗？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日本的经济，高市早苗他的再通膨政策真的能救经济吗？还是日本将会面临3杀危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特别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真的变天了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一回日本直接走向了一个修宪的日本自民党因为一口气赢得了突破2/3的一个修宪门槛，所以呢，高市早苗手中握的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他接下来要怎么写日本的路，可以都由他来做了。我们赶快来看到，那么高市早苗也不讳言的在公开谈论到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情，并且呢，先取得周边国家的理解。那前大阪的知事做这样子的一个言论，他认为，他已经透露说，高市早就已经说过了，即使身为首相，也会参拜靖国神社，不会在意中韩的看法。也就是在他真的高市成为首相之前，高市早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了。我们来看到，其实呢，在众院真的改选之前，高市早苗就已经强调过了，他有意将日本的自卫队写入宪法的第9条，并且从去年11月份他就说过了，3份的安保相关文件他会做修改。工作从此刻开始，等于就是要重新来定义非核3原则了。专家亮子说，他说这可能会改变日本整体的国家形态。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来关心到是现在日本的修宪门槛确定过了，高市早苗的下一步会不会就是动非核3原则？刚刚提到高市早苗口中的正常国家是真的正常，所谓的正常的定义是什么？会还是军国主义复辟吗？从军事角度来看，对整体接下来东亚局势会造成有多大的影响？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啊，日本那他认为他不是正常国家，可是呢，是不是正常国家不是他决定的，是美国决定的。那至于说，正常国家或者是军国主义，这个不是2选1的问题，而是它渐渐发展，也就是它的层次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决定在美国。为什么？因为也就是美国要让日本，作为这个代理人哦，那这个代理人呢，也就是抗衡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大概这2天呢，我们会从中国大陆，还有从俄罗斯，还有朝鲜，我们都可以听到类似于放弃幻想、准备斗争的这种话语啊。其实，在前一任总统拜登任内，他就已经想要遏制这现在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发展，所以他在这一个2023年的8月18号所谓的大卫营精神宣言里面，他就提出了有关于美国提供这个延伸威慑的部分。延伸威慑简单的来讲，也就是提供日本跟韩国这个核子保护伞，他希望日本跟韩国不要发展核子武器。那也就是现在大家常常讲的核分享。所谓的核分享，并不是核子武器的分享，而是实际上来讲是美国进驻到它的一个核动力潜舰进驻到这些区域，但是实际上打
打破这个现实的就是川普，因为川普实际上来讲，他将这一个核潜舰的技术分享给韩国，那日本呢？日本一定会觉得，那我的那个国家的实力实际上是在韩国之上。既然韩国有了，那我为什么没有？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看日本的话，我们现在等一会儿会讨论到有关于伊朗。伊朗光是400公斤的这一个浓缩铀，美国就在那边叫得尬天正响。可是我们仔细看日本，它的布到底有多少？日本的布其实它是有47公吨啊。那它要那么多的布到底是做什么？那它的目的很单纯吗？当然不单纯。那其实我们讲到军国主义，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就是将二战的这个责任呢放到阴暗的角落里头。所以他改教科书。那他改了教科书之后，所以年轻一辈的人都觉得我们国家为什么不正常？因为他们根本就对于二战，他们日本应该要背负的责任，甚至侵华的这些举措当中，他们做了多少次的屠杀，如何的蹂躏中国人民，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意识这么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之前美国是透过北韩，然后来凝聚美日安保，可是北韩，那他自从他有了核武之后，他好像也没有这么强。那他后来他们就开始把中国大陆来当做一个假想敌。那另外他们就想要透过这一个提升自卫队的质与量。那我们讲到说，对于就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恶感啊，其实从最近的一个民调，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对于中国的感觉来讲，觉得不太好的占到86.4%，但是相对于美国来讲，他们觉得不好的只有28.9%，觉得很好的是70.8%。那这一个也就是反映在之前在讨论台湾有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所谓的中年就是50岁以下的，其实都觉得台湾有事这句话没说错啊。这个也就是高市早苗为什么可以带着自民党直接跨越2/3门槛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样讲，他一定会对于这个非核三原则有所更动，当然也可能更动他的一个战后宪法，变成所谓的正常国家。好，刚刚舰长也帮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日本人现在其实比较倾向跟美国友好。那确实，外媒现在也针对日本未来的动向做了一个定义，说未来的日本的政治一定是对中国更强硬，对美国更靠拢。特别是川普在选前公开的力挺高市早苗。那么当然了，朝日新闻是直接开枪说干涉日本的内政，但是包括日本有许多的媒体都直接讲说，美国总统这一次直接公开的指名力挺某位候选人是非常罕见的。那其实对于川普来说，我们看到最近他一直公开的力挺多个国家的候选人啊，或者是多个国家的总统等等，指导江山，这背后的目的，针对于日本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中日接下来的关系如何发展？委员又怎么看？中日关系当然不会好嘛，因为第一个，中国大陆面对这个处境，不可能跟高市早苗的政权好，那只是不要坏到哪里去而已。那第二个啦，我们来考虑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他为什么要跟中国好？他就先问这个问题啊。他没有这个诱因啊。你先想一件事情啊，你说川普为什么要去支持高市早苗？好不容易出现一个抗中保台亲美极右的政权，正是这个川普美国的利益啊，符合他的利益嘛。所以川普当然要在选票最后关头里面拉高市早苗一把，让他的这个右派的选票不畏风雨出来，亲美右派选票不畏风雨出来投票嘛。因为这个日本的这个最近这个下大雪下得蛮严重，天气蛮冷的这个是有鼓励作用的啊。我们不能轻忽这个美国人日本人亲美的倾向，所以这个是有很大帮助。其实也不要忽略不只有川普力量很大，台积电也在最后关头帮助了高市早苗。因为高市早苗在选战过一直被批评你没有产业政策了你没有经济政策了，千言万语都不如台积电出现。
台积电看，跟高市长们合开记者会，我要在这里盖这个高端的这个半导体这个制造厂，3奈米的，跟美国一模一样。你看，整个攻占了所有日本大大小小媒体，所有日本的电视啊，所有日本的宣传机器，全部都在报道这个消息。你说魏哲家对这个高市早苗帮助这么大，是谁叫他去的？是赖清德吗？还是川普？我们永远不知道啊。但是我也想不出，除了这2个以外，还有人会叫他去哈。对，还是说魏哲家自己主动去了？这个当口是很明显的是在给高市早苗加分嘛。所以高市早苗可以说，我今天讲说捞了好几桶金了，好。每一样都是战术战略都成功。那未来的两岸关系，这个中日关系啊，它基本上是配合美国的。换句话说，美国可能会继续演白脸，然后他就叫日本你演黑脸，因为我们要遏制中国崛起。所以我经常跟中国大陆的朋友讲你不要相信川普那一张嘴跟所有男人的嘴都一样，不能相信啊。为什么？他就是表面上，哎呀，习近平是我最好的朋友。习近平是最伟大的领导人唯一的这个什么讲了捧了很老半天，事实上他准备刀子他看不出来吗？一下子批准台湾什么援助10亿美元，2要求台湾编国防预算等等等，反正这个都准备刀子。而且日本是在这个他最好的工具比台湾还要好，为什么最好的工具？因为日本本来就有抗中情节跟其他人不太一样而且日本你给他一点甜头。你给他再武装，那日本会不会走向军国主义？不会，因为军国主义就是军部控制政府，这个事情在日本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但是右派政府控制军队，拉拔军队，使军队变成这个亚太地区另外一个中型的军事强权。这会出现的，这会出现。那这个就是让这个中国大陆多了一把刀，就是美国可以遏制中国大陆的一把刀。那刀没有很厉害，但也算是一把刀。台湾都可以变成一只小刀了，何况日本？这是美国的算盘是如此所以他为什么要插手让高市早苗得票更高一点？就是要碾压那些过去他认为不亲美的政权。川普针对这一些跟中国大陆靠拢的盟友，开始施加了非常多的压力。最新消息，我们先来看到高市早苗在26号这一天，有事没事又突然间再次的抛出了台湾有事论，而且他这一次呢，巨细靡遗的讲说，来假设一下美军如果遇袭的一个战争场景，换话说，如果在此刻美军遇袭，日本还袖手旁观的话，他很担心接下来美日同盟会立刻的崩溃。大家也在看说，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要说出这样子的话？是真的你想要做到所谓的美日共同防卫吗？还是你只是被美国被迫表忠诚？还有另外一个说法，难道是因为接下来在2月8号很快的日本就要经过这个众议院的改选，剩下不到2周的时间，是不是高市早苗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计划呢？但是我们先来看到，不管怎么样，现在日本正在遭受被经济反噬的一个结果。我们来看到对于经济上面有多大的一个冲击。首先看到中国大陆赴日航班大规模的退票，去年观光其实表现得非常好，每一年消费还高达了9兆日元，但是现在少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中国大陆的旅客，对于日本来说，今年观光的冲击恐怕会非常的大了。接下来中国大陆还会祭出它的这个限游令，所以预估还会再明显的压低日本的观光，而日本自己国内的通膨更是非常的严重，不管是他们的这种传统食品涨幅大涨超过10%之外，米价更是创下50年新高一度是飙到了37%。大增了37%，有90%的民众，日本民众都预估说，这物价还会持续的上涨，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来看看到底高市在想什么？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还要再提台湾有事？是为了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声量，还是真的是为了国家安全？那日本的经济会不会陷入泥淖当中？上志哥怎么看？首先，我们来看到底这一次又说台湾有事，高市早苗怎么说的哈？他的这个说法，他是说，他强调，若台湾发生危机，而且如果这个时候美军跟日本联合撤侨遭到攻击的话，日本置身事外，那么日美同盟将会瓦解。你看，若什么什么台湾有事，而且台湾有事的时候呢，美日在撤侨的时候被攻击。
你只要有任何一点这种政治或有点逻辑学，你就知道，我们都讲 if 什么，有个假设你是可以来做推论，但你2个假设窄化了这个最后一个极端情境之后，你再掐出来说这个东西，而且前面讲台湾有事的里面的这个很侧桥被攻击，而且你最后的结论是日美同盟就会崩溃了。所以呢，这次的台湾有事，它不是真正重点在台湾有事，真正重点是在日美同盟崩溃。可日美同盟会崩溃吗？为什么会崩溃？那就是因为他们在撤侨时候被攻击。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可以知道，这一次高市扫描，因为又谈台湾有事，所以受到大家的注视。但说充其量，我们看到他这个东西是有点头脑不清楚。跟你讲说，不得不说，他要不是刻意讲，就乱讲一通。为什么他乱讲了？因为他有压力了。要知道，这一次解散众议院之后呢，高市扫描已经说，如果自民党没有办法过半，他就要辞职。可是事实上，他在宣布解散众议院之后呢，在日本所有主要媒体的民调都发现，支持他解散国会的非常非常低，而且都是远远的高过那些支持他非常低，远远都是低于那些反对众议院被解散的。而且就像刚刚讲，在所有民调都，那现在日本民众在意什么呢？刚刚前面讲，在意物价，在意通膨，在意景气，在意产业，甚至在意汇率。对于在意他这个台湾有事跟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问题的部分，不到20%，是所有议题当中的最后一名。所以高市怎么办呢？他现在众议院解散，就是为了要强化这种包括军事跟宪法，包括等等的这些东西的所谓一种意识形态上他所追寻的目标。然而，民众在意的是现实，因此这次选举，你觉得高市早苗真的他个人的高声望？而且这次他一宣布的时候，他就立刻跌10%，对。而且现在每一天下去，到最后投票之前，会不会一直跌下去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压力之下，就像我们在台湾说芒果干一样，他也拿出这个极端性的部分东西。所有国际地缘政治被拿来运用的，基本上都是为了国内自己的选举。这个不是对于国际间公开发言，只是透过这些敏感性的发言，要来收拢他自己国内当中的选票而已。好，所以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为了他的政治声望，现在开始做了这种言论，希望能够救他的选票。同时呢，也是看到日本的经济前景未明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很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的，还包括了其他2个国家。那同时也是美国的盟友，最近被美国施压的就是南韩跟加拿大。最近因为跟中国大陆靠拢，所以呢，川普决定要对这2个国家。再祭出关税重拳，到底合不合理？等一下我们来看。首先，针对南韩做了什么样子的重拳？川普针对南韩的汽车、药品跟木材关税从15%正式的决定，突然间没有理由又拉到25%，理由是因为你们的南韩国会到现在还没有批准去年7月的美韩贸易协议。但是呢，打脸川普的事情是，南韩对美投资大部分都是 MOU 形式，是不用送到国会做审查的。美方自己也知道，但是川普还是做了这样的决定，提高了关税。再来是针对加拿大，同样寄出了100%的关税，理由是你加拿大跟中国大陆太靠近了，你们一起签订达成的贸易协议，成为中国商品的转运港。但外媒指出，其实这个对于这个加中的协议的规模还是非常有限的，不是这么的大。那川普还是决定要课这样子的一个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李在明跟卡尼在今年1月份访中也同样签署了 MOU 所以都让川普感觉非常的眼红。而我们看到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最新也在达沃斯论坛呼吁中等强国团结对抗大国经济，这边指的就是美国的威胁等等，都让川普感到倍感威胁。所以接下来要请教大使又怎么看？南韩跟台湾其实有点状况像，都是签这个 MOU， 其实不用送到国会的。那这一回川普以国会为理由，对南韩又多增了15%到25%的这个高关税，到底合不合理？这个我觉得合不合理，就是存乎川普一心了，川普一心了，对不对？现在是欲加关税，何患无辞？对，他现在就是说韩国的国会没有采取行动，他说他们没有立法，因为他说这是他们的特权。这是你既然你有你的特权，那我的特权就是帮你加税。所以他已经确定了哈，要将韩国本来是一个 flat， 就是说一律的关税都是15%嘛，对不对？所有的东西卖到美国都15%。现在呢，他把3样东西拿出来，变成25%，汽车、木材还有药品，韩国这3项东西输美
变成不是15%，变成25%。那这个当然是对韩国施压啦，因为税的东西很好调。税的话，你就比如说美国啊卖到韩国的税，东西的税，所有都变成0嘛。川普不是都这样子吗？就你不能跟我课税啊。那这个部分的话，那一般来讲的话，各国的惯例就是说，你的税则一定是要一定是要谁？一定是要国会同意的。税则的这个地方不难啊。可是问题就是说，韩国还答应了3500亿的这个投资。那这里面，我想就变成就是说，可能川普认为这个资金的到位啊，配合的程度啊是不够的，所以呢，他这个把这个情况推给韩国的国会，那么其实也就等于推到李在明身上，因为韩国现在国会是李在明他们是主导嘛，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他现在把这个罪推到国会。那我觉得是川普对韩国大概在认真履行他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的这种各种的安排的延宕所造成的，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一个杀鸡儆猴的办法，因为同样跟美国做成协议的还有日本啊，那么还有台湾啊，还有加拿大啦，这些也就是川普说这些东西你们不能等。你要拖的话，你给我一个没有实现的一个时效的话，那我就是要在这个中间，我就要加码来制裁你。好，那另一方面，请教干哥怎么看？就是针对于加拿大跟南韩课税，跟他们最近向中国靠拢有没有关系？对啊，你看，现在我跟你讲，现在为什么你知道？就每年都要检视美加墨协议。美加墨协议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这3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贸易协定。那他现在因为我也要就再重新检视美加墨协议的时候，那川普一定要先放话啊，你跟中国靠拢是不是？2024年的时候，你还跟着我对于中国进口电动车课征100%的关税，结果最近呢2个讲好了，你知道？中国进口电动车变成只剩下6%啊，对，天差地远，然后搞什么？你要跟习近平眉来眼去是不是？那我也不当面拆穿你啊。我也不要再叫你加拿大加入我51省，我光课税、课关税，我就可以把你给整死。我跟你讲，所以现在其实卡尼啊，加拿大总理，老实讲一句，他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他的文章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穿的川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篇文章被我们的前行政院长陈冲誉为最近写的最好的，就是说经济文章。他说，卡尼完全点出川普的霸权心态，只要你不听他的话，他用各种方式。但是卡尼已经讲出来说，我们作为一个中等的强国，也不算太强，我是一个中等国家，加拿大是一个中等国家，他不但要寻求自立自强之外，他还要很多跟他一样规模的国家的共识。也就是说，你应该要发展很多周边关系、多边关系，而不是一直因为。加拿大在经济跟军事上，以及北约组织，它一向都是美国的附庸，这是事实嘛。所以川普完全把你这个国家给看穿，所以这次他准备再祭出25%以上的关税，他就是代表说，我看你也不能反抗，看你敢不敢再跟中国眉来眼去。那对于南韩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可是我觉得南韩人比较不鸟，他比较不鸟川普，你知道？飞弹我都不怕了，北韩打飞弹我都不怕，我还怕你关税吗？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川普现在也在布他的局，用他的招啊。那高市呢？高市也是啊。为什么再讲台湾有事？你不要再讲了。你一直讲台湾有事，你真的，我跟你讲，你可能2月8号你真的会选输。你选输就像你自己讲的，卷铺盖就回去了，这也没什么奇怪。因为日本换首相跟换那个什么换早餐店一样那么的容易，对不对？我是真的觉得不要再谈台湾有事了。那他现在这一段时间，他也当然希望跟美国靠拢。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关税协议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如果这次再出现问题的话，先不要得罪美国，我觉得这是高市早苗他现在的政策的立场。高市早苗又有最新动作，他现在赌国运要来解散众院。那一句台湾有事，这一回日本真是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等一下我们会来看细节哦。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自己国内在野则是联盟出手，要引爆党内
逼宫高市早苗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其实日本政坛现在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高风险的状态，因为高市早苗其实到现在注意了，他上任不到100天的时间，他最新突然间宣布了他要解散众议院，而且2月8号开始就会进行全面的改选。高市说了，因为呢他要让这个决定权全民放在日本的方向上面，让人民来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国家方向做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或者是刻意忽略的是，日本现在民众最关心的其实是国内自己高物价的问题，还有经济停滞的问题、民生困境问题，他都不管。而他持续一直在讲的就是有关于台湾有事这一件事情。那高市他在宣布解散众议院的时候，他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到他其实强调了4大点，第一个就是日本要成为正常化的国家。第二个，他说还是要再提到安保3法的修法，必须强化的是对中的威慑。最后，他再次的说了，台湾有事，日本是不能置身事外的。所谓正常的国家，我们现在看起来在高市早苗的定义里面，意思就是要持续的扩军，持续的松绑武力上面的限制。大使又怎么看？这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吗？有没有可能这种右派的情势会带着日本往更危险的方向去走？大使怎么看？对，日本右派基本上就认为日本在2次大战的作为是正当的，那他们这个国家就是应该要走这条路，而且他还是维持当时军国主义的整个他们的世界观。日本这个国家要生存下来，对，那就要怎么样？就要有强大的武力，就要对外侵略。对，那不容任何人，尤其在海这个把它包围，会对它形成威慑啦。所以右翼基本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余孽，所以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的。那高市早苗这一次，因为他目前的民调蛮高的，大概都70%以上啊，一直都是这个民调，所以他想乘胜追击，改变目前日本的政府的这个结构。现在日本政府的结构，因为日本是最阁制国家嘛，所以基本上就要看参众两院的议席。那众院的议席，日本的议席是433，众院我记得433。现在这个高市早苗的自民党跟他的这个维新会两个加起来刚好超过433的这个半数的1票。那而且就是说自民党他我记得只有199席，他要靠这个维新会那个35席帮他撑起来。可是呢，高市早苗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自民党在他这么高的民调名气下，应该把他自己在国会的议席把他推上去。那推上去，而且事实上他对于这个维新会跟他的一些所谓的结盟的条件，他也不是很清楚，因为维新会有一个结盟条件是要裁减日本国会的席次那当然不会裁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个选区，而是会裁不分区的，也就是那些政党比例代表的这些席次。那这个对于任何政府来讲都是很困扰的对，所以我觉得他是要摆脱这个。另外一个，日本的参院目前来讲的话，事实上这个执政联盟，也就是自民党加上这个维新会都没有过半。那什么叫正常国家？当然，我们的解读就是说，就是要怎么样？要扩军，要松绑武力限制，这是目前现阶段的。其实最高的目标是要修宪。要把日本的宪法，其实日本宪法修宪已经讨论了20-30年了，都是谁在？都是极右派在这。然后安倍的时候，甚至有草案都出来了，就是没有办法修。那要修什么？第一个，自卫队改为日本的国防军。日本没有什么自卫队。第二个，日本和平宪法只做防守不做这个前置性的这种有没有攻击的力量，那个他也要改掉。所以这个就是美国人给日本人加到这个紧身的夹克就是那个宪法。那所以他现在事实上要做正常国家，就是要修宪。修宪他就要改造国会。国会他如果不能够掌握的，他就没有办法做。所以他用一个很高的目标来号召日本的右翼的民众来支持他。那到底会不会达到他目的的话，有人说他可能会自民党会多得几席，可是呢，问题呢可能没有办法照他就是说
又由自民党单独的来控制两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就变成这个，其实高市早苗事实上挑衅中国大陆，有人就说对他在内政上的声望是有帮助，这个事实也看到了，也就证明了，其实右翼极端右翼不是少数人。在日本有深厚的社会跟文化跟历史的基础，这就是对日本的认识。不要再认为什么都是只有右翼少数了，日本的社会的主流就是右翼。好，那极端右翼在日本的声浪持续的崛起，再加上这个高市早苗，他希望改造国会来做修宪，所以中国大陆也做了各种层面的反击。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从3个层面，画面上看到从经济、战略跟关键命脉，也就是稀土上面做的反击。首先经济，它赴日旅游全面启动，水产全面禁止，牛还有牛肉、清酒全面出口受阻。再来就是战略层面，东海、台海实施的是实弹军演常态化，钓鱼岛巡航也增加，最后是在稀土上面的管制变得力道更加的大。高市一句台湾有事论，让日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真的值得吗？上次哥怎么看？现在很明显的是，我们现在看下来这几个月，从去年的11月到现在来讲，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把日本当假想敌。很难想象就中日2个国家，特别是在全世界的经济上来讲，都是数1数2排前面的大国。大国之间要到这样，叫什么叫假想敌呢？可是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很明显有一个战略，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他不只是不高兴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这个事情，然后你介入台海之间，看起来中国大陆是顺着这个势头，拿日本这个国家，特别高市早苗还这么坚定不改变的话，来练手。练什么手呢？这都知道，其实，在未来对中国大陆可能最大的冲击跟决定，就是要不要完成两岸统一这件事情，特别是透过武统。那一旦有诉诸台海的武力，这是牵动全世界的，而且众所皆知，不只是全世界的智库在分析，包括中国大陆自己也都知道，一旦如果台海方面确实有更激进的动作，北京方面的话，可能就会遭遇到制裁。所以遭遇制裁这件事情，就打台湾或武统或统一当中付出的代价就是经济制裁，这没有任何人会反对。可是问题是，这个制裁本身，难道你就默默被制裁吗？感觉起来现在恰好日本就是要介入台海之间，这个时候呢，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反而把制裁这个题目在后面拉到前面来，现在拆分出来，包括中美之间在对抗之前，现在看到日本其实就是在做制裁，因为制裁之间来讲。制裁对方都知道是欺商权，我伤你一定伤到自己，所以你不能只是在纸面或幕僚在演你。透过现在跟日本的这种所有这一切旅游、水产品、和牛，包括到特别是稀土，所有全面性由软到硬的制裁的手段，先出手，而且在出手过程里头来看日本的承受度，以及评量中国自己本身要付出大的承受度，我认为是最关键的第一点。对日本的第二点，我认为在测试过程里头也开始测试一个东西，叫做美日同盟。过去在讲美日经济，包括军事同盟，牢不可破。概念是，于是在这一次真的对日本出手来看，美国真的那么挺日本吗？那么最后川普打电话给高市早苗，警告了一下，看到了裂缝哦，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不知道。当然，第3点对中国最重要是历史的清算，历史伤痕。过去来讲，从2次大战之后，日本战败之后，其实坦白讲，并没有很真实的一个大清算，从情感到实质，所以这使得日本政府也没有公开道歉，有很多都是藏来藏去修改课本的这些东西，其实就中国大陆很不满。但是过去有个表面的东西叫做中日民间友好。仿佛其实大家在这种友好的表象上，大家都要隐忍。但中国现在有个价值的改变，什么呢？地缘政治下，国跟国之间没有什么友好的，本质就是不信任彼此。有什么好信任的？跟韩国有什么信任？所以最后是这个东西是拿出来之后，是个全新的中国大陆在地缘政治当中全新的立足的价值，跟过去的隐忍不同。所以我看在这一次的这3个多月以来，中国大陆的所有部分，不只是对日本制裁，包括这方方层面当中，都体现中国大陆要去测试，要去具体的做，来看看真实的结果。认为现在看起来果然是持续的推进。应该会持续的下去，不会松软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制裁持续，同时
这个日本自己境内的民众也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刚刚讲了一系列，不管是从经济战略跟关键命脉上面的压力之外，也看到说美国在这方面好像似乎没有这么的足够力道去挺日本，所以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各种的反弹声浪哦，包括了这个在野是整合了反高市联盟，现在说要组成一个新的政党中道改革联合，他们要阻止自民党单独过半。民调显示50%以上的日本人是反对提前改选的，而且他们更焦虑的是有关于日本的物价呀、税制跟民生等等，高市会不会被提前逼宫，甚至是提前下台？干哥怎么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不过以现在他的支持度来看的话，几乎是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大概他不会被，就像刚刚大师讲的，因为他支持度还是很高。对。可是50%这么多的日本人会觉得说，你现在是干嘛？现在重点不是什么众议员，他们上任才454天，还不到他任期的1/3，你叫他们通通这个离职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你所进行的这个解散众议院，然后全面进行闪电改选，那是从1945年以来第一次，16天之内就要改选，下个月8号就要改选了。大家会觉得说那个真的叫闪电改选嘛，对不对？其实高市早苗是豁出去了，我把我的命运跟我的政党交给全日本人来决定。话讲的慷慨激昂，我讲白了，你就是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嘛。我能不能被国民赋予我将来能够真的有权利来带领这个国家？意思就是我能不能让我的国家完全向这个右派倾倒？然后我可以真正能够实现日本的国防的跨出那一步的自主化啊！不但它能够卖武器，它还能够成为真正的陆军、海军、三军。他想的就是这样。所以日本国内反对党他有讲，他说：“你知道吗？高市首相有个叫福冈饭团之友会，就是街友会啦，就是专门照顾，但是食物银行啦。”他说。你知道他现在已经穷到连那个食物都买不起了吗？这个应该比较要紧吧？比你的什么安保3条件要来的要紧多了吧？还有很多物价的上涨，啊，这些事情老实讲一句，应该是你高市内阁应该要重视的。还有一个什么叫世纪之友会？什么？因为日本也有无家可归的儿童啊，他们在育幼院里面。但是他只能够日托，晚上还是要回到亲人身边。可是有很多小朋友都没有，就等于是无家可归就对了。他说：“高市，你应该要重视这些事情，这些反而应该是民生议题是比较要紧的，还要被中国的制裁等等。可是你现在看高市的做法，就完全豁出去了。我有可能丢掉首相的位置，但没有关系，冲着我现在有高支持率，我来赌一把。如果我赌赢了，我可以告诉各位，那就是跟中国。”全面对峙的开始，为什么？我先告诉你，日本你要有核子武器，恐怕50年都做不到。但是中国现在就有核武对付着你，所以高市早苗，你不要走这个险棋。长远来看，跟中国的对抗一定会输，你还是重视你自己国内的民生议题。会比较要紧。难道日本真的可以一夜永和吗？现在发出的正式警告。另外一方面，今天也会来关心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动作，20天的渤海军演，再加上它的歼20似乎现中在宫古海峡，中日现在太平洋对决，火线升温。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要来看到，这是来自于北京智库最新的一个说法。他的报告指出呢，日本右翼它的这个核野心不断的扩张哦，已经对世界的和平造成严重的威胁了。他也指控日本现在正在秘密生产可以用于核武器的这个钚，而且它是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发展出核武的。那我们要知道呢，日本它过去是一直使用的是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所以它是唯一一个非核武的国家，但是它又具备的包括了有这个核燃料在处理，还有能够分离武器及钚的一个非核国家。特别要关心到的是，它其实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运作的这个实验快中子反应炉，这个叫做长阳。它当时呢被视为是在炉芯的设计调整前就已经可以拥有生产武器及钚的这个能力了。技术上它是可以完全的来生产核武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当年的这个报告也提到了说，其实拜登总统
当时他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向习近平主席直言，并且警告了日本，他是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就拥有核武的。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拜登的这个言论？日本一夜就可以拥有核武，所以这份报告也透露说，日本秘密准备核武的可能性，现在到底有多高？首先啊，拜登说日本可在一夜之间，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1年之间啊，合理的推算。因为日本是一些非核国家里面唯一拥有核武器材料的国家，因为它过去啊，又盖了很多核电厂，核电厂炼完了以后，那个燃料棒叫做乏燃料，这个乏燃料呢，因为本身就带有钚，所以用钚跟铀再整合，可以变成一种铀钚混合的新的核燃料，再回去核电厂可以再用1次到2次，然后在这中间会产生很多的钚，然后这个钚啊的累积啊是要提炼出来，目前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有，俄罗斯、中国跟美国当然是有啦，剩下就是法国、英国跟日本，其他国家没有了。所以日本啊，除了自己啊提炼钚以外呢，还把这个乏燃料运到法国跟英国去提炼这个钚原料，所以现在在法律上，日本拥有差不多44公吨的这个钚。那40公吨的钚呢，其中在日本本土只有8公吨，那另外在英国跟法国，那全部都是在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监督底下。我去参观过青森县的它的什么六所村的一个钚原料基地啊，在那个地方真的都是白皮肤、大鼻子啊，什么那么大眼睛的人哦，在现场在督导啊，那所以日本要秘密做是有困难的啊，是有困难的，因为那个钚，我所了解，他们要开启这些燃料库啊，是需要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人现场开启，他才能开启，日本人自己不能够动用这些燃料啊。但是因为日本上次福岛事件问题之后呢，它的核燃料厂关了，所以钚就没有消化掉。本来钚做成 MOX， 就是这个铀钚氧化燃料的话，这种混合燃料就没有办法再投下去，所以就没有制造，所以累积了很多，哈。那除了这个制造原子弹的话，大概再把那个钚哈，不是直接来制造，再提炼一次。就变成武器级的高纯度的钚，那就可以大概平均每4公斤就可以做出1枚长岛爆炸时候的核导弹的规模，每4公斤。但而且当然4公斤里面只有5%的一个可以用来分裂了。那技术上不提，现在重要的就是说，那日本还有核武器的平台，那做这种导弹，日本也没有问题哦。他把他目前的不管是防空导弹的技术啦，或者是反舰导弹的技术啊，03武器或者124武器啊，稍微调整一下哈，就可以以日本的工业能力有办法做出啊这个中程或者甚至于洲际弹道导弹啊，可以装载这个钚原料所造成的核子武器，这可能性是存在。所以拜登讲的，日本有技术没有错，日本有能力没有错，但是除非美国不管啊，美国放手。或者这国际原子能才会放手，国际原子能2个都放手的时候，日本才有办法自己取得钚原料啊来制造核子武器。那如果日本出现核子武器，就是美国人干的，这很清楚。现在就等政治信号上面的放行，那也被中国视为是不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苏？所以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动作也非常的多，尤其是在海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看到的是几个军演跟实弹射击。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在1月10号连2份的航行警告，第一个是在渤海海域长达20天的军演，禁止驶入啊。第二件事情是在黄海北部，从1月12到14号这边会有一个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军事专家说了，20天长期的军演是过去前所未见的，就是要给日本方面一个警告。那日本方面呢，现在做了些什么事情？包括他现在呢，读卖新闻的报道，今年会修订他的这个安全保障3文书，他会特别强化在于太平洋这边的防守，就是为了要根据反映
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军事动作。那么日本也说了，他接下来会做军事上面的准备，在3个岛，不管是在硫磺岛的港湾与跑道这边，还有这个北大东岛的雷达网跟南鸟岛的长程飞弹设施，并且部署最新的逆中战机投入在战力里面。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政治讯号？没有错，中国大陆在辽宁舰的母港所在的就是渤海举行从今天开始20天的演习。不过这个演习其实是防御性的近海防卫演习，它只不过把过去以岸为这个方向，像对海洋的近海防卫搬到海上去。那做的主要还是在做反潜跟反导的这个演习，所以它是一个讯息，就表示说对日本高市早苗过去的台湾有事的发言，认为是介入到中国的主权，也就外国势力介入到中国的领土，那怎么样做长期的反导反潜的这种演习，而且长时间，所以这个讯息是在警告日本。我觉得它是展现中国大陆的决心，以及能力啊。今天可以是渤海，也许明天可以是台海。那你日本或外部势力，当然最重要还是美国。对，你即使要进入到周遭的区域，你都会面临到我有这种反潜反导的能力。那更不要说区域的句子跟相关的这个反介入的能力。那日本就刚好展现另外一个层面，因为你看这3个岛一字排开，刚好。北大东岛它其实是属于冲绳县最靠应该是东端，但是呢，中间的这个硫磺岛，它其实就在东京跟关岛中间，那个距离刚好在中间。很有名的硫磺岛战役过去在2次大战的时候，对，然后再往东就是南鸟岛那就更远，所以刚好在这个距离上。那北大东岛就代表的意思就是在整个中国大陆如果要突破第1岛链的时候，面临到的它可能部署相关的这些机场，然后呢反导的这些设施。那到了硫磺岛呢，它就在中国大陆短程飞弹的射程距离之外，然后它可以再更进一步的做，就是牵制航空母舰这个战群，它可能要接近东京，或者是要突破第2岛链。因为硫磺岛刚好就在第2岛链的这个线上，你再往南岛群岛这边呢，那当然因为日本这几年发现到南岛群岛有重要的稀土矿产以及它未来如果作为长程的，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叫做太平洋防卫构想室，这个单位预计今年4月会成立，也就是在安保3文件计划之下，它可能一方面在讨论是不是要去修改安保3文件当中非核3原则当中的不引进，也就是跟美国去共同推动核潜舰的计划，像韩国一样。另外一方面呢，它就是在等于是当美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在做就是中国大陆3潜舰3航母的这个防卫。所以呢，把这一条线拉开3个岛。可是讲句实在话，这个3个岛有这么大的效益吗？那3个小岛它又能够做怎么样的部署呢？弹道的飞弹又能够怎么样呢？日本自己有中程弹道飞弹了吗？美国如果不帮助你，中程弹道飞弹也不会把一栋楼打掉啊。然后呢，中程弹道飞弹能够去有效的面对这些055大区的一些攻击或防卫吗？然后你有怎么样的这个机场，你能够多少个？搞不好连那个刚才谈到那个软鸟的88架都装不下在这个小岛上面。所以呢，而且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航空母舰的这种装备的一样的数量的话，那你不就变成另外一个直接被攻击的最明显的目标吗？所以不过总是它的一个所谓太平洋防卫计划当中的环节吧。对，好，我们刚刚特别看到也是中国大陆现在在太平洋这边也加强它的部署，是在海上。那如果在空中，我们也带观众朋友来稍微看一下，因为这是来自于大陆自己的军事专栏特别的报道，说在今年的元旦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 F-15J 战机在宫古海峡这边说捕捉到了大陆的，不管是它的歼16、轰6K 之外，还有2架是型号不明的战机，现在在猜测说这2架可能是歼20隐形战机，透过这个电子干扰保护伞携带着在他的身上，那对日本造成压力，也代表说歼20现在对于跟日本相比来说已经具有绝对优势吗？可以这样说吗？张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到这个日本这个防卫省的统合幕僚监部所发的这个军情要报去看，他原来到底是怎么讲的。这个军事专栏楚望云霄所讲的东西跟原来他们所发布的，其实在用词用语上有一些差距。但无论如何，这个 F-15阶基本上来讲，它没有装 IRST， 就是红外线或者是光学的远程的追踪，跟就是搜索的装置，所以它远程目标的辨识能力其实相对较弱，所以有很多时间它真正要辨识是什么机型，一方面是靠电子接收的信号，但是它本身电子接收的信号。它要靠这个地面的站台，而不是靠 F-15阶。F-15阶上去，它是用目视，然后确认有这么一个东西，或者带着这个就是征收的夹舱，然后去这个确认。那这个里头呢，又牵涉到，因为我们在这个空中之中虚实时。那隐形战机呢，通常有一个东西是增强它的信号，叫做龙柏透镜叫 Lambert's lens 的，它是信号的强化措施。所以歼20呢，有时候会突然把它施用增强你的信号，然后哭又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之后，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隐形战机它装了之后要落地才能这个就是摘下来。那这个。就是歼20可以开启关上，开启关上，虚实。那这是什么呢？这也是在逗别人，然后让了解人家到底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些问题。那假如不能够确切的掌握目标的运动的痕迹的话，那不能进行所谓的 TMA 目标运动解算 （Target Motion Analysis） 做不了，它就不能再做进一步的射控解算。射控解算不能完成，就不能做弹道解算。弹道解算没办法的话，它武器就没办法施用。但是呢，也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也有一种方式，就是完全靠它这个自己是主动型的飞弹，差不多约略的方向把它打出去，然后来这个就是靠它自己来。可是呢，那个要是没搜索到，嘣就掉海里了，就浪费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个空中这些捉这个猫捉老鼠永远是虚实。但是我总觉得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这些就社群媒体这个吹的我觉得他们真是不应该在这儿努力他们应该早就去好莱坞帮人家写剧本，可能会写得更好。接下来持续来关心到是大陆很出招了，这一回斩断的是一共我们要来看到细节项目了，1005项的。日本的军民两用的物资，经济上面也会另外出拳。刚刚讲的1005项，这个是包含在军民两用的这些军事物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等一下也会来看到在经济上面的重拳，包括在观光跟消费面也会来一起做关注。赶快来看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这一次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大陆针对日本的军工、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开始有了非常多的限制，而且细项已经完全出来了。来看，包括了稀土，包括了关键的金属和高阶电子等等。那日本的军工升级还有路马，这是第一题，我们会来特别做关注。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是，因为日本政府一直要修改它的安保3法，尤其呢针对有关于核选项，现在也重新被提出来了，所以中国大陆就祭出了这么多的制裁。日本真的能挡住北京这一波的施压吗？最后来看到，在包括了经贸上，也因为中国的这个制裁而导致日本的经贸降温，观光急动。我们现在来看到是大陆的组合拳能够打到日本的7寸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是今年的最新消息，2026年的第1号公告，加强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的这些物资来做出口管制，有哪一些呢？赶快来实际看到细节。稀土还包括了加锗、锑、铟、高阶电子感测器跟雷射，还有呢，甚至到了航空的航太推进材料都在名单当中。还另外看到的还有核材料、化学制品跟微生物、导航、船舶等等的制品，这制裁的项目非常的多，等于直接掐住了日本军工跟高科技升级的血管。怎么看中国这次出手是针对于高市要修订安保3法，因为它踩到了这条红线吗？这一波会不会比当初2010年钓鱼岛事件停工稀土还要对日本来说更伤？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当然这次的出手，最重要的导火线还是因为这个高市的发言介入了中国大陆所谓的内政的问题的红线嘛他对台湾问题做出了过度的发言。
但是当然啦，就是说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一次出手这么重哦？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在于说那个是高市啊。各位知道，在日本的右翼的势力是台湾台独最重要的幕后支持者。就我过去从政这10几年。台湾的这些独派的政治人物，他们很多的资金跟资源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右翼势力，像我们最早以前讲到的那个什么金美玲啊，这是很好的代表嘛。所以日本右翼的政客跟台湾的台独势力是绑在一起的。但是过去日本右翼的这些政客还会遮掩一下，就是虽然他暗中支持，他表面上不会讲得这么大声，不会敲锣打鼓。但是现在显然从安倍开始一直走到了高市哦，右翼势力现在把支持台独哦这件事情逐渐台面化了，不但是台面化哦，还有逐渐扩张跟渲染的这样的效果出现了，就好像今天台湾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日本的国会议员跑来这边抗中保台，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国会议员，我都懒得记他的名字，我都快要笑死了，干你什么事啊？你跑来这里抗中保台，你拿我们台湾当你的舞台，然后来大肆的骂了北京政府一下，然后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你跟裴洛西有什么两样？你跑来我们这边演戏，最后吃苦的是我们，被报复的又是我们。日本的现在的政治人物都在玩这一招，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讲，他借着高市这件事情，他其实不是要打高市一巴掌而已，他是要狠狠的重打日本的右翼势力，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必须要知所进退哦，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上你们可以任意的踩红线，那你更不要提到日本准备要修安保这个三文件了，这就完全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辟了。我刚才讲过，谁知道今天的日本会不会变成24世纪大战的日本？你知道去年你看美国的时候，你会认为美国今天会变成加勒比海的海盗吗？谁会想到这件事？对，当时川普刚当选的时候，你会想到川普要派兵去抢格陵兰吗？你都没有想到吧？那你都没有想到了，那大家当然会想说，我现在把日本放宽了，谁知道日本会不会食髓知味？接下来24世纪大战的故事又重新上演了呢？所以其实对整个印太地区，对亚洲，为什么韩国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因为韩国也是深受其害啊，所以你很显然的看得出来，对日本来，对北京来说，他这次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你说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他造成影响？当然会，稀土的影响就已经很大了。日本的汽车工业不需要稀土吗？那你还不要讲日本的这个军工产业要不要稀土了？所以他这次很精准的把军民两用限制了1005项，他特别强调军民两用，原因是什么？这他又师出有名的正当性了，因为他还是牢牢的绑住了军国主义这件事，就是只要跟你军国主义复辟有关的，我都把你卡住了。那么他的大旗哦，就是在这个声讨日本的时候，他高举的这个大旗是对抗日本军国主义哦，所以在这个大旗上，其实他是站在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上的哦。那你说？全球现在进入了这个精密的分工时代，所以任何一个小的零件都可能卡住一个大的企业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有日本的科技这么发达，中国大陆能卡它什么？别傻了，日本很多的这个基本的零件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你不要讲别人，你光讲安氏半导体事件就好了。安氏的半导体有多了不起吗？它是成熟制成晶片的。可是当欧洲的车企没有安氏半导体的晶片的时候，就不要造车了。所以这是同样的问题啊。就今天日本能不能够经得起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限制啊，或者是封锁？我认为当然很困难。所以其实中国大陆这次目标很明显了，日本不屈服，他们不会收手了。对，好，所以我们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了嘛，这个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制裁1005项，那特别委员也提到了，不管是稀土或者是零件，对于日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汽车啊、军用武器全部都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干哥又怎么看？这对日本来说是不可承受之痛吗？好，我跟你讲哈，你来看看那个安保3法哈，那个安保3法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增加防卫预算啊，增加防卫预算其实很容易啊，对不对？但是第二个，修改无核3原则，修改无核3原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无核3原则就是不能够用在军事目的上，也不能够用在就是说相关的很可能是武器方面的研究。就反正他这本来就是他们日本宪法战后宪法的规定，但现在要修改，右翼势力极力在推，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核能发电厂，对不对？在日本，可是我们始终没有对于核子能的另外的一项的应用。对，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有人讲委内瑞拉你就是没有核子弹，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你就像当年古巴为什么后来没有被美军登上岸来？因为苏联那时候威胁，我就在这边放核弹，所以古巴当年美国没有上去制裁它成功，就是因为苏联本来要放核弹，后来双方都退
退一步，各退一步。那委内瑞拉这次因为就没有核弹，日本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哪一天我需要有核弹？核弹之前我需要有核子潜艇。我有核子潜艇之后，我国际地位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它是被核弹就说曾经这个摧毁过的国家，所以他们自己本身有那个认知，说我们不要碰核子武器。那现在高市早苗上来以后，完全想法不一样。他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有，为什么？但是我们要有不是马上有，是循序渐进的啊。所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啊。你的意思是说，日本武器也要开始要对，没错，就在这次AUKUS，就是那个美英澳三国联盟AUKUS 那个联盟里面，现在就是说他们要说干脆你不要跟日本买潜舰了，我们来帮你造潜舰，还帮你造核子潜舰维吉尼亚级，澳洲就很开心啊，就被美国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AUKUS决定要帮澳洲造潜舰。从现在开始算，10年之内他都拿不到。但是日本如果他愿意提供新的那个大鲸级或苍龙级潜舰，他2年之内就拿得到。所以澳洲现在有点后悔，你知道吗？你要晓得说，日本他现在积极想要拓展他的国际的武器市场，他要尝试着跨出那一步。那这些东西你加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日本一旦能够踏出这一步的话，他就回到军国。所以说大千讲的对啊，你怎么知道他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会不会变成怪兽？你不知道他以前就是曾经是怪兽，他以前曾经怎么样欺负中国跟南韩、朝鲜，还有东南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怪兽？他怎么样被演变成那样？那就是因为国际联盟的绥靖主义造成他这样，造成希特勒变成那样的杀人魔。所以我跟你讲，日本的军国主义，你现在只是暂时被压抑着，右翼势力只是暂时抬不起头来，但他一旦翻身过来的时候，你会拉不住他，因为日本有这样的工业实力。现在日本的稀土50%控制在中国的手上，有我们知道的，除了稀土之外，还有钾、锗、锑这些重金属，这些都就是说老实讲句，来源都在中国的手上。那日本从别的地方拿得到拿不到？拿得到，但是问题是它的成本会增加。你现在如果说真的已经确定了战略目标的话，日本就会从别的地方去拿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无人机跟电子导航感测器这些高阶零件的这些设备。如果今天你在中国商务部它今天第1号就是限制这些东西的话，就是2026年的第1号，你就晓得说它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大。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为什么？我就是明白告诉你，日本，你不要去妄想去改变现在东亚的局势。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的话，我一定不是除了旅游，那是软制裁。我有硬制裁的方法可以对付你。好，这个是硬制裁，针对中国大陆对于日本在军事上尤其的制裁。那另外一方面，除了在这个军事上面、科技上面这些高阶科技的制裁之外，我们来看到大陆也针对经贸跟观光，针对日本做了很大的制裁。尤其先来看到经贸日中本来在今年会有个经济团体新年会，那么中国驻日大使已经确定了首度缺席，3大经济团体原定1月访中计划直接延期。再来就是观光，现在也是急动中国游客占日本消费观光20%以上，其中静冈更是高达40%如今在日本的百货还有免税的这些药妆销售年减幅暴增达到了20%，饭店价格暴跌，地方经济急动。一个是针对军事的制裁，另外还有观光消费对于日本的冲击有多大？老师，这个对日本的一个冲击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全面的哈，因为刚刚我综合下来，大家要了解那么当然的话呢，这一次1005项当中呢，最重要的我把它戏称为光刻胶大战稀土了因为日本的话呢，仗势的这个工业的这个就是独断的一个产品是光刻胶了。那大陆现在的话呢，就是不是做好准备的话呢，也就不会发布这条消息。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日本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日本的话呢，他们所使用的稀土的话呢，依然有65%以上是从大陆进口。那个时候就很多人觉得奇怪，大陆怎么迟迟一直不肯出手？那现在的话，这不就出手？这个出手的话呢，有2个问题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是即刻生效。
啊，马上就生效。就说昨天1月6号宣布的啊，今天是1月7号嘛，对不对？马上就开始生效了。所以说日本的话呢，他们这个太平洋司的话呢，这个司长的话呢，就外交部的哈，叫做金井正章。啊，就是前一阵子跟刘敬寿在一起，刘敬寿穿那个武士装，插了口上那个金井正章啊，然后呢，他就马上提出严正的抗议。这个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准备不足。然后另外的话呢，所有的军事的科技的话呢，有关军事方面的生产的话呢，他都全部要停止。然后再接下来，你刚刚提到了观光的话呢，那么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这个观光现象，其实严格来讲，大家如果注意这方面消息的话呢，日本在观光的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硬的啊，有很多的餐厅讲不招待中国人，甚至还有餐厅的话呢，中国人贵了60%啊，这些现象都发生。所以这个情况是越演越烈，所以大陆现在普通老百姓的话呢，也可以感觉到去日本玩是不受欢迎的，那就不要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对日本来讲，但是日本整体来讲，关西地区遭遇的损失特别大啊，因为日本人喜欢去关西，就是金板神、加奈良什么，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喜欢欢迎中国人就在那边。因为我到这边以前，我跟那个神户大学有合作的时候，那神户这边的街头上的话呢，里面所有卖那个药妆店里面全部讲中文的啊，然后进来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对这个目前为止的话呢，发展来比较严重。不过我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大家一直都很关心，就是说这个昨天公布讲说，高市早苗近期内对中国发言不逊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构成了这一次1005项的这种军事以及民用上的产品的制裁。那大家就会想到问说，那会搞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今天那个毛宁就说话了，日本要去军事化，日本不达到去军事化的目标，这个不会停的。啊，这个反正已经呼应了我们前面2位来宾所讲的内容，就是说日本一个战败国就没有资格拥有任何的军事化，不要说是自卫了啊，就是拥有任何的什么导弹啊什么，通通都不行啊。那这个情况的要求，这个标准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像以我这种这个热血分子的这种身份来讲，那差不多。日本如果去军事化的话，那么才可以停下来。啊，如果日本一旦不去军事化，那就要像俄罗斯教训乌克兰去军事化一样的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啊，那我蛮期待的。